你不能够动，我就是你的手和脚。无论怎么样，我一直都会在你身边。我每天睁开眼可以看到我的母亲，非常的感恩。从早上7点开始，我就去厨房准备早餐给我太太。我太太换上了渐冻症之后，她的手脚就慢慢的都不能够活动了，连吃跟吞咽都有问题啊。吴楚系的太太张许莲生活无法自理，为了方便，早餐、梳洗和如厕都在这间厕所里进行。可以吗？哦，这工作是你需要去做的，你讨厌这些工作你就惨了，你不可以讨厌。张许莲一直热衷户外活动，直到12年前，她察觉身体出现异常时，命运也悄然翻篇。他脚没有力，走不久他就要跌倒。我们通过很多渠道去医治他的病了。经过3年后啊，我们才知道这个是叫做渐冻症。渐冻症会逐渐损害运动神经元，导致肌肉萎缩和无力，最终影响行走、说话、吞咽和呼吸。目前仍无法根治。虽然身患重症，但张许莲脸上看不到半点忧愁，很难想象她曾经一度想放弃生命。医生就说没有办法医的，就是等死这样的。我太太知道这个事就非常沮丧，也说哎呀死掉就好了，然后拖到这样有没有？所以这个就是看护人的那个心态，要一直鼓励他。吴楚系对太太的体贴也显现在日常点滴当中。他精心改装了家里的2张轮椅。这张轮椅是我太太冲凉需要用的，我在这里加了一个安全帽，给她戴了之后就可以固定她的头不会往前倒。这只轮椅就是我带我太太外出的时候必须用这只轮椅。我在下面装了一块板，可以放了抽痰器，后面也加了一块板，可以放了呼吸器，这样就可以推他出门了。你要走外面了。走了，走了，走。48岁的叶连志也在11年前确诊渐冻症。尽管他行动不便，但一大早仍会和太太一起送孩子们上学。这是一个习惯了。之前是我在开车，现在就让我太太帮我送小孩的时间也很忙所以我们就要尽量陪他们叶连志的太太郑慧丽有一份全职工作，
却依然全力照料先生的日常起居。我们送了孩子去学校，我就会跟我先生在家里吃一个早餐，他会上一下厕所，然后我就要赶着去做工，然后放工回家，到家的时候已经差不多9点，我就帮我先生洗澡，然后弄到来也是差不多10点多。叶连志会在力所能及范围内分担家务，让太太能轻松一点。如果他没时间的话，我就会上网去买一些日常用品啊。其实我认为老天对我还不错，我还能说话，我还能吃，还能动。也许是这种乐观的心态，当初医生宣告他患上绝症时，他和太太才能迅速振作起来。1、2、3，可以吗？医生告诉他，通常存活的寿命是3年到5年，对我们来说是有一点晴天霹雳，因为我现在才36岁，那时候正是打拼的年龄，可是他却患了这种重病，而且孩子还很小，所以有一点接受不来那时候。可是很快的，我们就收拾心情，我们就想看要怎么样来对抗这个病。67岁的何月华正忙着为他105岁的母亲胡慧英张罗早餐。是放在这样。我就准备好他本身喝的牛奶，他要吃的面包，就准备好就放在桌子上。他又喜欢吃很多很多的牛油。医生检查到他没有三高的，所以我就人老了没有办法了，就给他吃咯，就给他享受。我尽量给他自己动手做。到了现在，虽然他年纪大，他还是会用剪刀来剪面包了。何月华在30多年前和母亲搬进这间祖屋，但最初和他相伴的日子并不容易。1989年，我父亲往生以后，我的母亲就开始有点失智，到严重的就是在那边说我偷东西啦，很多东西啦，无理取闹那些啦。虽然有哥哥姐姐，但平时照顾母亲的主要是他和一名女佣。我姐姐她年纪也蛮大了，行动也不方便，然后我哥哥我又找不到他，所以没办法。母亲她以前卖掉的屋子有一些积蓄啦，还有政府一些津贴，就是这样过日子。疼爱他的父亲早逝，又独自扛起照料母亲的重担，让何月华长期饱受忧郁症的困扰。我会觉得啦，很多压力。刚刚开始的时候，他们把母亲留给我是有一点怨言了，为什么你们不用照顾？后面我才知道我是领养的，没有怨言了啦，不可以有怨言。胡慧英在6年前跌倒后不良于行，而且失智症状加剧，对女儿何月华更加依赖。他不希望我离开他太久，有时候你用跟他梳洗的时候，他会问我在哪里，我就跑进他的房间里面跟他讲我在这里。如今母女俩几乎形影不离，但以前他们的关系并不亲密。从小我就觉得我妈妈对我有点偏心，
不疼爱我，我想要买的东西，他都不会买给我，但是他会买给我哥哥姐姐。后面我了解了我的状况以后，我才知道我是领养的。我就说，哎呀，反正他养我，我从小他把我带到他现在这样子，我觉得应该是要回报他的时候，所以我就没有怨言了。何月华甘愿腾出个人时间，也辞去了工作，只为多陪伴母亲。照顾老人家比较重要，在我心里想他是很孤单的。以前他是那种行动自如的忽然间这样子坐在轮椅上面也是很辛苦的，需要旁边有人讲讲话陪伴你。你干嘛爱？慢。哎呀，哎呀！最近这几年来，他看到我这么照顾他，所以他的脾气有点软化。现在他会关心我有没有吃东西有没有吃饱以前他是从来没有问过这种东西的。为了专心照顾太太，吴楚系7年前选择提早退休。还没有生病之前，我们就说退休我们就可以去旅行嘛。后来他生了个病，我们的计划不能够实现。尽管吴楚系的子孙经常回家探望，但他们毕竟不住在一起。最重要就是老伴的陪伴，孩子那些只能够出钱他也没有办法一直陪伴着他嘛。现在的情况就是必须要一个人24小时在他的身边，因为他不能够讲话，还有他的痰突然间哽到就很危险了。我太太晚上睡觉是在一张特别的床，那个椅子本身它不同的角度，一看到他的心跳不平衡的时候，我就把它调到另外角度。虽然仪器能时刻检测太太的心跳，但吴楚系还是放心不下。他坐的位置太久嘛，你必须要把他脚移一下。这几年来变成我习惯了，就每个晚上我都要2个小时起来一次。患上渐冻症后，许多生活琐事变得力不从心，让一向独立的叶连志感到沮丧。你歌手也要花5秒怎么现在那么辛苦？我太太嘛，还是会在旁边，就比较安心了。至少还是最懂你的人他现在踏出的每一步都显得吃力。如果我一个人上厕所，走进去走出来穿个裤，应该正常要40分钟以上有谁会希望什么都要靠别人吗？也可能因为这份信念，我才能坚持到今天不小心还能够破
破纪的记录，活多50年呢。他其实在其他地方都跌倒过很多次，额头也缝了20多针，下巴也缝过，门牙也掉过2颗。我真的觉得有时候他自己走路是很危险的，可是他坚持要自己这么做，因为他要跟病魔对抗。他知道如果他不这么做，他的肌肉会萎缩得更快。可是有时因为有危险的因素在里面，所以我们常常就会吵架，因为我不让他自己做，然后他坚持要自己做。对吗？舒服吗？舒服吗？毕竟年过100岁，胡慧英的身体已大不如前。护士每个月都会上门为她做检查。他的状况不比5、6年前的精神会比较差。有哪里不舒服吗？老了懵懂哦。哦，没关系，没关系。医生来看过，讲过他语言呢，发音不大准了啦。哦，很好，很好，很好啊！带你去走走，要不要？啊，爱吗？啊，要不啊 ？OK 哈，啊，要去。老人家平时不愿出门，这天却难得答应下楼走走。我可以看到我的母亲还在我身边，我已经非常的感恩。9、10、11、12啊，12啊，对，12。我也会觉得孤单，有时候发牢骚啊，可以跟他诉苦一下啦。我们这样子来讲是互相陪伴了。本地有大约200名渐冻症患者。为了让患者家庭相互扶持，张许莲的女儿吴子玉参与创立了新加坡运动神经元疾病协会。每个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是大家聚会的日子。有时候要去打电话预定特别的车来载他，要准备所有的仪器呀，要记得带多余的电池。这样的话，我们出去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花比较长的时间在外面玩。他很喜欢跟人相处，很喜欢跟人家聊天。虽然他现在不能讲很多话，可是你去那个聚会又可以碰到一样的人，他其实很开心。叶连志担任协会的副主席，连同太太和孩子一起筹办每一次的聚会。你会觉得来到聚会，看到大家都努力的活着，一起对抗病魔，这个力量是很强大的。也能代表我的心。当生命进入倒计时，最弥足珍贵的是和亲人相伴的每一刻。写你的名字，在他还生以年，就是尽量好好的陪伴他。他要求什么，一点点的东西，我们都满足他。我在他有生以年，我已经孝顺他了，我足够了。到他死了以后，在那边跪啊拜啊那些那个是做给人家看的。放回去，放好好啊。这个就是历史来的，我们的家谱。所以我们
拿一些旧的那些相片给他看，他能够笑，一个人会笑很重要。我一直会提醒他，有一天我先走的话，你就比较惨了，最好能够使我长命过你。一个人在这个过程中太孤独，如果有一个人懂你，在你身边，那你这一生也比较容易过。在10年前，医生已经告诉我们了，他的离开是随时的，所以我们都觉得每一天是赚到，因为我们也不知道未来的日子还有多长。我就是希望能和我先生过好每一天。